你丫的！注意看，中国选手远赴日本参加比赛，结果被日本赛事方疯狂侮辱，用各种手段挑衅中国选手的底线。日本赛事方甚至还对着中国选手满口污言秽语。中国猪，你是来找死的吧？这副嚣张的姿态令人不齿。中国选手面对这样的挑衅行为，本着以和为贵的态度，再加上身处他乡，只能无奈的忍气吞声。但日本赛事方并没有善罢甘休，甚至更加的嚣张狂妄。他们将中国选手的克制忍耐解读为软弱，还认为中国选手很弱小好欺负，于是派出了他们的杀戮机器西川智之来花踢馆我们的中国选手，扬言要斩落中国的一众高手。中国太极实战第一人韩飞龙看不下去了，霸气出山迎战日本选手。韩飞龙擂台经常以太极功夫跟现代搏击相结合，往往打得老外找不着北，可谓是刚柔并济。即便日本派出什么妖魔鬼怪，韩飞龙也一定要用太极功夫让井底之蛙小日子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速度与激情。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灰色短裤韩飞龙，蓝色短裤西川智之。哇，我们现在在四川省体育馆，我是东妮，我是董江涛。本场比赛是男子72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中国的韩飞龙，蓝方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西川智之。韩飞龙呢是太极小子啊，这个每一场的进步啊都有目共睹。那么他对手西川智之，中国的拳迷应该也相当熟悉了啊，经常在中国比赛啊，曾经跟波球潇洒狂包括中国的周志鹏、郑昭玉等等有过交手啊。日本选手进攻的欲望很强，韩飞龙直接将其半摔在地上。日本选手的实力很强，他凭借自己矮壮的风格，不断的逼近韩飞龙的内围。他曾经还跟波球有过一战，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因为跟波球打满3回合的时间，所以他的名气在日本非常大。不过韩飞龙的风格自成一派，他不仅有现代搏击的刚猛，还有传统太极的柔和，刚柔并济的打法也是让对手捉摸不透头脑。而且这个抗击打能力超强。不过随着体能这几年啊，他岁数的增加啊，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是的，今年已经36岁了。对，最近的一场在中国的比赛是跟中国的吴雪松啊，当时打了4局加时赛。选择韩飞龙打进之后还是想做一个摔法。是的，对面的小日子是一个进攻欲望很强的选手，韩飞龙在进攻的过程中也不跟他客气，直接就是凶狠的砸击。韩飞龙不仅有拳法上的进攻，还有腿法上的输出，不会让对手轻易的打进他的内围。而日本选手一直在想尽办法贴近身打，韩飞龙脚步上的移动加上下劈腿的进攻，将对手控制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个韩飞龙这个舍身踢的幅度啊，运动有点大，但还是刮到了这个对西川智之，但不算是伤害。这个36岁的西川智之，相对于前2年来说，在进攻上啊，没有了前2年那么犀利了，但是往前碾压的这种节奏啊，还是会给人很大的这种压力。第2回合开始了，日本选手明显加快了比赛的节奏，直接重拳将韩飞龙逼在了围绳边。韩飞龙连续的下劈腿踹脸，伤害性很高，侮辱性也极强。不过韩飞龙在随后的进攻中，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距离，千万不能被对手的后手拳给命中了。对面的选手能跟波球大战3回合，并且最后还是以微弱的点数赢下比赛，实力这方面也是毋庸置疑的。韩飞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控制距离，对手也精修过泰拳，这方面的实力一点都不差。是的。刚才韩飞龙还是想做一个低头一个假动作的高扫啊，曾经用这一招在泰国直接 KO 了对手。这次遇到西川智之这么经验丰富的一个老手来说啊，被识破了。是这个峨眉传人31，我们在泰国那场大雨，韩飞龙那场 KO 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韩飞龙的这一脚并没有将对手踹倒，之前的比赛中，韩飞龙的这一腿法使用还是很频繁，所以现在对手也是早有防备。韩飞龙之前的打击命中率很高，
并且防守也非常严谨。对手近身之后的拳法很有威胁性，所以现在韩飞龙还是要加强腿法上的移动，尽量将距离控制在相对安全的范围内。一旦对手近身，还要最好内围的防守，不然就很容易被对手抓住进攻的空档。好在韩飞龙一直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节奏把控非常完美。上下起手刚刚的一个摔法非常巧妙。西川智之啊，确实这年龄这个增大以后啊，这个进攻上啊，确实没有前2年那么犀利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出对韩飞龙有什么威胁的一些动作输出。更多的只是用自己的节奏啊碾压对手，让给对手造成恐慌。这回合也没有多长时间了，韩飞龙的腿法真是发挥到了极致。现在对手想近身也非常艰难，这就让对手非常难受。他一直都在尝试近身，尽管大多数都被韩飞龙阻拦了下来，不过出其不意的一拳还是很具有威胁性。他这个进攻不够持续，对，就每打一拳或每命中一次都感觉他费了很大力气。但是同时呢，他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可以利用自己身体的一些移动一些小的动作来漂亮拳腿组合，避开韩飞龙的动作输出。转身摆有，哇，这个转身摆拳是给西川智之一记命中。不需要再伪装和彷徨，去迎接那种。很快就进入到了最终回合，日本选手还是之前的战术，就是缠抱韩飞龙不撒手。他显得非常着急进攻，毕竟前面的回合里他并没有占据到很明显的优势，反而是韩飞龙的距离控制非常完美，并且在腿法上不断的给予对手重击。韩飞龙在中近距离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对手只能在近距离上找到合适的进攻时机。日本选手的战术很明确，就是黏着韩飞龙输出，但韩飞龙的实力很强，能够有效防止对手的近身打击，包括自己的身体条件就容易造成这种局面。对于韩飞龙来说，西田智之一旦贴近啊，自己会比他贴得更近，就是双方身体跟身体之间没有空间的时候，会显得会比较安全。好的，这一拳组合拳，哇哦，连续命中。这一波攻击，这个破坏了西川智之整个的节奏。因为对手的作战经验很丰富，所以即便是他的状态不好，但也能凭借着经验撑到现在。这回合就能更明显的感受到对手的状态已经下滑太多。看场上的节奏，他就是在挣扎着进攻，都是靠着经验硬撑着。他不想被韩飞龙给终结了，毕竟他来华的目的可不简单，他是想拿下比赛来个开门红的。但是韩飞龙是绝对不可能让他如愿的。随着比赛的流逝，对手的劣势也更加明显。其实韩飞龙可以利用自己这个传统功夫，这些太极拳啊，小搏大，多做一些摔法，消耗对方的体能，破坏对方重心。这个中近距离对轰好看，西川啊，一逮到机会啊，就是一阵猛攻，对。因为今天这个韩飞龙并没有给西川太多的这个连续进攻的机会。比赛即将结束，现在双方的体能也消耗很多，有了很多缠抱的动作。接下来的时间，双方还是将距离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两人分开之后，韩飞龙给了对手一记舍身踢，虽然那一下没有给对手造成实质性影响，但也能消耗他的状态，并且能缓解一下自己的体能。哇哦！哇！其实面临这个对手频频的缠抱，多用一些上勾拳，会不会命中率大一些？大战终于结束了，最终还是韩飞龙大比分优势获胜，狠狠打了日本人的脸。大家觉得韩飞龙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照亮倔强的翅膀，我对天空大声地说，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忘记了所有